在日本多次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之后，我国海警对钓鱼岛开展了3天3夜不停歇的巡航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近日，我国在南海的南沙群岛被菲律宾不断挑衅，在东海地区的钓鱼岛也被日本不断挑衅。日本多次派出舰艇进入钓鱼岛海域，想要强闯钓鱼岛，从而宣示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主权归属图谋不轨。不过每次都被我国海警及时发现并驱离，没能让日本的阴谋得逞。而日本方面也没有放弃，一面对我国这种行为发起抗议的同时，一面又加大对钓鱼岛的挑衅力度，3天2头的就在钓鱼岛周边搞事情。因此，我国在针对钓鱼岛的巡航力度上也得到了很大加强，派出了海警1301舰、1305舰、1401舰、1102舰，组成了编队在钓鱼岛附近进行巡航。与此同时，海警2301舰和2102舰也在前往钓鱼岛海域支援的路上，加入到了海警4艘舰艇组成的编队中，对非法闯入我国海域的日本海保船和渔船进行驱离。从我国海警船对钓鱼岛进行巡航到现在时间，也已经超过了80小时，算是打破了我国此前对钓鱼岛巡航力度的新纪录。之前的记录是在去年的12月底，我国对钓鱼岛进行了长达72小时45分的巡航。而现在，我国海警对钓鱼岛展开的持续巡航时间已经超过了80小时，为有史以来之最，有力展示了我国海警实力的同时，还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利益，向日本展示了我国对维护钓鱼岛主权利益的决心。在钓鱼岛问题上，日本可一直都是虎视眈眈。在上世纪，日本仗着自己军事实力强大，强行从我国这儿夺走了钓鱼岛的控制权，将其改名为尖阁列岛后，又在岛上修建了直升机机场、灯塔等基础设施，这引发了我国的强烈不满。但当时为了两国之间的和平，同时我国也需要发展，所以就搁置了争议。不过日本可不客气，我国放下了争议，但日本并没有放下挑衅的脚步。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，有爱国人士冲破了日本的防线，登上了钓鱼岛，并将5星红旗插在上面，宣示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。开了这一先河之后，我国也宣布将会对钓鱼岛和周边岛屿开启常态化的监视和巡航。第2年更是直接驱离了非法闯入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日本舰艇。中日双方也围绕钓鱼岛斗智斗勇，截至目前发生的驱离事件，就算没有上百起，也有了数十起。并且一开始，我国由于海警实力弱小的缘故，让日本成功接近了钓鱼岛好几次。但在我国海警获得飞速发展后，这种情况就变得越来越少。到现在，日本别说登上钓鱼岛了，就连进入钓鱼岛海域，对日本来说都能算是一次成功。只可惜所谓的成功依然是虚无缥缈。在2013年的时候，我国出动歼7、歼10等战机，进入了所谓的日本防空识别区，也就是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巡航。而日本航空自卫队也紧急出动了多架 F-15升空进行应对。在战机事件后不久，为了宣示钓鱼岛的主权，我国又派出了海监船对钓鱼岛进行巡航，最近距离不到1海里，同样遭到了日本抗议。不过这种抗议在后来也是仅限于嘴上喊喊，没啥实际作用了。因为恢复对钓鱼岛的常态化监视和巡航之后，我国每隔几个月进行巡航的时候，都会驱逐日本舰艇，受到日本那没啥实际用处的抗议。像之前日本还敢派出海警船在此处和我国对峙，并且有时还非法扣押我国渔民。但我国海警接连下水几艘万吨级别巨舰，海警版05C 也服役之后，日本就收敛了很多，只敢派出舰艇搞偷袭，海保船负责打掩护。一旦突袭钓鱼岛的意图被发现之后，立马就跑路，丝毫不敢和我国海警的舰艇正面硬碰硬。因为日本也明白，以自家海保船37毫米舰炮的火力，
对上中国海警船76毫米舰炮，只有被一炮炸上天的份儿。但即便是这样，日本也并没有选择放弃钓鱼岛。既然正面冲突行不通，日本就学起了老鼠打地洞的办法，只要意图败露，立刻就跑，也不和我国玩大的，就派出几艘小渔船或者游艇过来骚扰，成功了血赚，没成功也不亏，反正也不会被带走，并且还能发起抗议。有美国撑腰，着实是有恃无恐。不过很可惜，日本的这种想法丝毫没有用，对非法闯入我国领土的船只，我国进行驱离完全合乎法律。既然日本想搞偷袭，那我国就奉陪到底，直接开启3天3夜不停歇的巡航，让日本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么不切实际。